你能坚持3个月不花钱吗？你能丢掉家里90%的东西吗？你能在垃圾桶里翻找食材吗？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别着急，今天咱们聊3种深受欢迎的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体验到人生的自由和意义。这个女孩叫丁红，她在27岁的时候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然后跟交往了6年的男友分手，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随后的2年中，她深陷抑郁和自杀情节中无法自拔，甚至决定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在离开之前，她还有一种眷恋，那就是把一直没机会做但想做的事情做一遍。于是她扔掉所有的家当，背上背包去国外旅行。说是旅行啊，其实用流浪这个词更合适，因为她没有钱租房或是住酒店，只能一边旅行一边打工，住在公司，吃别人的剩饭，去健身房洗澡。最大的开支也就是飞往各地游历。虽然6年内她到过意大利、法国、尼泊尔、马来西亚等数十个国家，但她每个月的花费还不到500块。流浪期间，她也遇到过一些跟自己生活方式类似的人。随着旅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也越来越觉得没有一屋子东西的束缚和羁绊，人生的自由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空前的境界。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奉行不消费主义，接受朋友不穿的旧衣服，寻找大自然的馈赠，采蘑菇、挖野菜她都干过，甚至有时候还去农场翻垃圾箱，而且每次都满载而归。这样让她省下很多时间用来学习和创作个人作品上，钱攒够了就继续到各地旅行。她爬过珠峰大本营，潜过海底40米，花了100天时间走过东南亚5国。这段经历让一个生无可恋的女孩重新找到了生命的真意，戒掉了对金钱的欲望，摆脱了对物质的执着，反而让她变得更快乐和自由。不消费主义最早源于欧美。2008年咱们都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失业破产无家可归，一部分人就开始在泡沫破灭后提倡回归人性的基本消费需求和极简的生活方式，与非理性的消费主义对抗。接着越来越多的不消费主义者自愿翻找餐厅或者超市门口的垃圾桶，分享物资，试图通过不花钱不购物的方式来证明他们依靠社会生产的过剩物资也可以生活下去。也是这个原因，不消费主义者往往也奉行环保主义。所以哪天你在超市外看到有人在翻垃圾桶，千万不要以为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没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拿出名片能让你敬畏3分的青年才俊。对于不消费主义的定义，一般是拾荒、不购物、不工作，住在废弃的空房子里。从字面上看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毕竟在正常人眼里这是不正常的。其实很多不消费主义者并不是完全不花钱，他们从自身的需求出发，非必须不消费，极力减少浪费。另外也不是不工作，而是不为追求高薪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时间。2018年底，一条采访了几位零浪费生活者，其中90后女孩于媛和她的老公3个月仅产生2个小玻璃罐的垃圾，引起了全网3500万的关注。之前于媛也是一个疯狂的消费者，15平米的出租屋里能塞上400-500件衣服，来个人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有次他在网上看到美国一个4口之家1年只产生1个罐子的垃圾，令他非常震惊。他开始反思，并决定彻底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他减少购买，自己做饭，买菜就用布袋代替塑料袋，甚至平时常用的牙膏、沐浴露都会自己制作，做出来的东西可以降解，不产生垃圾。比较头疼的厨余垃圾，于媛会放到堆肥桶里，跟泥土、干树叶一起搅拌，经过2个月的自然分解变成肥料。于媛提倡6R 原则，鼓励大家少买，从源头做到垃圾减量，而不仅仅依靠回收和重复使用。现在于媛和老公住在北京2环胡同的一间 loft 里，虽然每层面积不足40平米，但依然显得空荡荡的。而且他们距离零消费目标更进一步，过去10个月产生的垃圾只有一个480毫升的玻璃罐。几年来他也受到过很多质疑，说他们拖 GDP 后腿，没有孩子才能这样。不过他都不在意，他说很正常，信息太多，人们太忙。其实一小部分人做的完美零浪费，我们更需要数百万人减少一点点浪费。前段时间北京大雪，于媛在街头摆出雪球阵，这个行为要追溯到1983年，美国艺术家大卫哈蒙斯在曼哈顿广场摆摊卖雪球，一排一排，价格是大小而定，竟然还卖光了。行为艺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诠释，而放到现在就是对消费主义的讽刺。之前咱们提到过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亚的故事，他曾经掌管150多家店铺，拿着6位数的年薪，20多岁就买了名车豪宅。不过他并没有觉得快乐，一周工作70个小时，一年工作362天，每天都得靠服药才能睡着。后来母亲离世，妻子跟他离婚，他才意识到物质并没有带来幸福，而是让他失去了幸福。他扔掉家里90%的东西，只保留288件物品，过上了极简的生活。他说扔掉90%的东西，生活反而变得幸福起来。极简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扔东西不买东西，
也不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的理念是 less is more，less 是极简的手段， more 才是目的。意思是通过精简物质，把多余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健康的身体、亲密的关系、持续的自我成长。而且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极简，还有欲望极简、精神极简、信息极简、工作极简，主动切断物欲，由外而内的让自己回归本真。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幸福源自内部，源自内心，源自充满意义的生活。乔瑞亚和朋友瑞安也发明了一种方法，名字叫打包派对，可以让你快速上手，适应这种极简生活。过程很简单，就是像搬家一样，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封装到纸箱里，然后在接下来的21天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瑞安在第11天起就没有拿过任何东西，而在21天结束的时候，竟然80%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这个方法的意义在于，当你愿意从层层堆叠的纸箱中翻出某个物品时，它对你的生活一定是有价值的。目前极简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包括乔布斯、扎克伯格、宫崎骏、稻盛和夫都是他的践行者。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追随者，比如豆瓣极简生活小组，目前已经36万组员。他们分享极简理念来帮助人们探寻生活本质，并不是因为没钱，因为抠门。很多组员都是高收入的精英阶层，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物欲横流的时代，精致主义和享乐主义被披上生活美学的外衣，行消费主义的事实，无处不在的借贷广告，不断提高的信用额度。你有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买；你没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借你钱。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同一拨人，你说损不损？不过很多90后和00后已经不吃那一套了。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当你把一只雄性老鼠放进一只有雌性老鼠的笼子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到吧。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少儿不宜的画面，但渐渐的雄性老鼠就恢复平静，并不是因为它累，而是对雌鼠产生了厌倦。即便雌鼠多次暗示，雄鼠也无动于衷。但如果用一只新的雌鼠取代原来的雌鼠之后，雄鼠又立即焕发新生，这个过程可以不停地重复，直到雄鼠筋疲力尽。这是著名的克利兹效应。当然，雄鼠对新刺激对象的反应我们并不关心。我要说的是，克利兹效应对人类也同样适用。澳大利亚研究员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重复播放同一套羞涩片，并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发现实验对象的兴奋随着播放次数的增加而减少，重复的画面让他们索然无味。在第18次播放的时候，有些人都开始打瞌睡了，但第19次时，研究人员换了一个芯片，实验对象又重新精神起来了。这个效应还原了成瘾的过程，也可以解释人们对某些事物上瘾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深度聊一聊那些戒不掉的瘾是如何控制你的。之前咱们也聊过多巴胺和成瘾机制，不过今天的内容引用脑神经学家加里威尔逊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让大家重新认识上瘾这个事儿。
对于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来讲，欲望和动机都来自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化合物。多巴胺让大脑中的奖赏机制活跃起来，使人们产生快感，它也是人们上瘾的原因，所以被称为成瘾分子。它释放的越多，人们就越想要一件事物，反之就不会产生兴趣。比如蛋糕能刺激多巴胺，苦瓜就基本不会。但多巴胺并不是个坏东西啊，相反，它非常有用。从进化意义上讲，它促使你做一切有利于你的基因延续的事情，比如食物、性、新奇特。性是大自然能够提供给你的奖赏机制中单一剂量最大的多巴胺释放。咱们再回到可里芝效应，熊鼠大脑对原来那只雌鼠释放的多巴胺越来越少了，但是新的雌鼠出现后，多巴胺又被刺激而飙升，因为新的事物可以刺激多巴胺，比如一辆新车、一套新衣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羞涩片特别能刺激奖赏机制，因为鼠标一点，新的画面就出现了。随着多个同时打开的页面和不计时数的浏览，人们在10分钟内找到的对象就比古代人一生找到的都多。当一个大脑面对着它从未进化到可以处理超量刺激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在放烟花一样，不上瘾才怪。这跟一种叫做德尔塔 phosphB 的蛋白质有关，这种蛋白质是启动成瘾相关的大脑改变的总开关，因为它在进化上的功能就是驱使我们要越多越好。打开这个开关，人们就开始放纵自己了。而激活德尔塔 phosphB 的导火线是什么呢？是多巴胺。持续大量消耗自然奖赏或者长期滥用药品，多巴胺都在不停地刺激德尔塔 phosphB 积累，从而引发大脑的4种变化。一、敏化反应，这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多巴胺刺激导致德尔塔 phosphB 生产过剩，和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这叫神经的可塑性。练习越多就越容易做，最后变成无意识的思想和习惯。出现任何细微的刺激都可能诱发习惯性的动作，比如一个人独处看到性感图片就乖乖的打开电脑。二、脱敏反应，在多巴胺不断蹦出的时候，接收细胞就会发生紊乱，减少多巴胺受体的释放，也就是麻木了。就好比是俩部门，接收部门对释放部门说：“你们行不行啊？这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我。”释放部门就说：“我去给你找更刺激的。”这个过程也是所有成瘾的基础。三、脑前额叶功能退化。脑前额叶灰质和白质的改变，使成瘾者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降低，就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在自责和放纵之间来回拉扯，更严重的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四、压力处理部分失常。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打游戏的人会去打游戏，喜欢看片的人会去看个片，这也是戒不掉的原因。你想啊，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这么看的话，很多人把压力当作放纵自己的借口，其实不是借口，是真的。一些人认为只有黄赌毒会让人上瘾，看片、打游戏这些不是上瘾也不会上瘾，就是消遣放松。但研究成瘾对大脑影响的神经科学专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4C 模型，符合这个模型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叫做成瘾。一、强迫 compulsion， 刚开始可能只是被动。二、继续 continue， 有了第一次后不断重复。三、无法控制 control， 虽然知道后果不好，但是停不下来。四、渴望 craving， 心理或生理上的依赖。所以咱们上面提到的看片很明显是会上瘾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夜深人静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威尔逊认为看片并不属于是性瘾，而是一种网瘾，因为直接刺激大脑的是来自电脑屏幕上不断切换和新奇的像素。黄赌毒大家都知道会成瘾，这里就不重点介绍了。有一点需要注意，毒的成瘾过程非常短，刺激程度非常高，在它的刺激下，多巴胺的分泌量可能是正常情况下的数百倍。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引起成瘾者的兴趣了。比起这些明确禁止的成瘾物，生活中还有很多容易成瘾的需要我们注意，比如垃圾食品、游戏、短视频、烟酒等等。而且这些更有潜力让人们上瘾，因为你做这些事儿没人会管你，只要条件允许，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索取，自然奖赏也是无限制的。由于高脂肪高糖食物的影响，75%的美国人超重，35%的人吃肥。如果不是有较强的意志力或者其他事情影响，有几个人愿意减肥呢，对吧？游戏短视频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设计这些 app 的技术团队已经不只是研究产品，而是开始研究受众的心理。他们会揣摩用户什么时候会被刺激，什么时候会产生满足感。每个看似稀松平常的交互设计，都是经过了很多次的研究和实验，目的就是让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所以我看一些软件和游戏弹出防沉迷的提醒就觉得可笑，又要赚钱又要立牌坊，好事怎么都让他们摊上了。曾经有个 app 就是给图片点赞的，后来被封掉了。创始人自己就说，点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卡因，他们难以察觉的成为主宰我们文化的第一代数字毒品。所以你看，藏在你手机里的这些 app 或许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烟酒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都了解，会成瘾，而且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研究发现，87%的肺癌是因为吸烟引起的，烟酒也是诱发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为了健康，大家还是要适可而止。从神经学概念来看，成瘾是因为德尔塔 phosphB 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久而久之在大脑里形成了一条敏化的路，走这条路很爽。
所以戒瘾就需要我们重启大脑，用其他路取代这条成瘾的路。除了看片游戏获得的快感可以刺激多巴胺，还有什么可以刺激多巴胺，让其他路也产生敏化反应呢？我们记着3个关键词：希望、挑战、奖赏。咱们在处于压力的时候，只要心里有明确的目标和希望，就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也就是我们依然能产生幸福感和动力。比如一个创业者，每天焦头烂额地应对各种问题，公司还连续几个月亏损，但他还是充满激情，因为他能看到希望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他会像开头熊鼠对雌鼠一样产生厌倦，因为多巴胺讨厌一成不变，久而久之甚至会罢工。所以希望是戒瘾的前提，除了可以直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外，也会产生一种稀缺状态，精力、意识、时间都投入到自己的目标中，自然没有多余心思去理会让你上瘾的那些事儿。打游戏如果一直让你在新手村，过不了几天你就懒得玩了，因为根本没有挑战性。游戏能让你上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难度越来越高，挑战成功后的满足感也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高中时候，你花1节课的时间来解一道难题，当你解出正确答案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爽？但现在我们都只是在用经验、习惯和潜在认知处理简单的事情，遇到困难可能还要躲一躲，这也是我们觉得生活没有乐趣的原因之一。我们把游戏心态应用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生活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挑战自己，原定1个小时完成的工作，在40分钟内完成。原计划每天跑5公里，试着跑6公里，你会发现不仅找回了乐趣，还年轻不少。戒瘾最难的不是没有希望，不是不敢挑战，而是坚持不下去。只靠意志力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给自己一些奖赏。多巴胺对奖赏特别着迷，被夸奖、被爱、被鼓励都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当然也包括最实在的物质和金钱的奖励。只要是你喜欢的，多巴胺肯定都喜欢。成瘾物的奖赏是即时反馈的，快感、满足感等等。但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的奖赏是长期且温和的，所以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这就需要我们做到2点：一、克服时间贴现，想象目标完成之后的收获，这可以欺骗你的大脑，它会误认为你已经成功了，并且分泌多巴胺。2、发现容易忽视的奖赏，比如减肥，体重秤数字的减少就是奖赏；看书，不经意间悟出的道理就是奖赏。你关注的点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积极乐观，有些人一直郁郁寡欢。戒瘾难吗？真的很难，但刚好也是一种挑战。而且很多人已经通过不同的方法挑战成功，不再被成瘾物挟持，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所以只要你想，你也可以。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成功能否转化为一个数学问题？用定量数据和科学算法来分析和解释？听上去有点扯，因为大多数人的成功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很多因素耦合的结果。换句话说，都有其特殊性，很难做到1比1复制。那些所谓的成功学，无非是用典型个例解释普遍现象的逻辑谬误，再配合吹牛、激励加洗脑的套路，让人听了感觉没什么错，但也没什么用。那成功是不是就一定无迹可寻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一位很牛的科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他用科学算法跨界研究成功这个不怎么科学的问题，还真得出了一些可验证、可复制的科学结论。作为科学领域的大佬，巴拉巴西自然不能像成功学大师那样主观臆断、张嘴就来。事实上，他研究成功的方法跟研究学术课题一样，先是搜集科学、体育、商业等各领域的海量信息，捕捉每一个成功案例的数据痕迹，再通过全面的统计分析总结出定量化规律。比如统计1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论文来重建学者的科研生涯，这个难度想想都觉得夸张，对吧？不过也只有覆盖所有数据，才能在众多支持成功的条件中找到最具有普适性和说服力的规律。在解释成功之前，还有个难题，用什么标准来度量成功？你觉得是诗和远方，我觉得是有车有房。成功的定义很多也很模糊，但科学研究必须客观严谨，所以必须把标准限定在可测量的框架内。基于这个出发点，巴拉巴西把成功定义为从所属的社会团体中争取到的回报，比如企业家的公司收入和市值，歌手的唱片和演唱会门票销量，运动员在重大赛事的成绩和排名。这些度量方法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基于外界感知而非自我满足，都是基于集体评价而非某一个体。也就是说，我觉得自己牛没用，得大家觉得我牛才行，否则就是吹牛。
美国波士顿有一所高中叫波士顿拉丁高中，就像咱们的省重点，考上了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985，如果考不上可以退而求其次上波士顿拉丁学院，名字差不多但低了一个等级。拉丁高中的 SAT 平均分，也就是高考成绩，比拉丁学院高一些。不过要衡量能力对成功的影响，不能只是拿不同学校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对比，这不符合单一变量的原则，而应该用2所学校能力差不多的学生来对比。就比如你刚好过了拉丁高中的分数线，上了省重点，我就比你低1分，只能去拉丁学院，咱俩比才能说明问题。结果发现能力差不多的学生虽然去了不同的学校，但他们的 SAT 成绩几乎没有差别。大学也是一样，2位经济学家找了一些有能力去常春藤盟校，但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非藤校的学生，他们毕业后的年薪竟然跟藤校毕业生不相上下。也就是说，不是学校让你变得优秀，而是你自己本来就优秀，这是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不过这里有个前提，能力表现能够被测量，像学生的成绩、运动员的排名提供了测量工具，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没办法获得精准的评价指标。这幅油画叫《戴金盔的男子》，20世纪80年代，它是柏林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品。不光是因为这幅画的美感，更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伦勃朗，17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后来一位学者宣布，这幅画的作者并不是伦勃朗，而是同时期一位不知名的画家。消息一出，这幅画就无人问津了，价值也断崖式下跌。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达芬奇身上。2005年之前，救世主一直被认为是达芬奇的一个学生画的，所以最高才卖到1万美元。但后来人们发现，它竟然出自达芬奇本人，于是在2017年拍出了4.5亿美元的天价。你看，画的成败不取决于这幅画画的好坏，而取决于作者是谁。换句话说，跟作者的能力表现无关，跟作者的背景有关。艺术界缺少像分数、排名那样判断能力表现的指标，没办法通过绘画能力比较2个画家谁更厉害，这就需要另外一种秩序，社会网络，也就是圈子。巴拉巴西分析了全世界50万名艺术家的创作经历，发现只要把作品放到最具影响力的几家美术馆和博物馆，就相当于坐上了成功的直通车。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存在利益共生关系，你进了一家权威美术馆，不管是怎么进的，跟它有关的美术馆都会默认你的画登峰造极，为你敞开大门。所有跟你的成功有关的利益方都会让你的成功延续下去。不光是艺术界，只要一个领域能力表现的测量难度越高，能力表现的作用就越低，想要成功就越得看圈子是否认可你。所以很多领域都是论资排辈，你再牛也得圈子里的权威点头，否则只能在边缘徘徊。权威可能是某些机构，也可能是某些人，很现实对吧？因为在这里获得成功的人往往不是能力强的人，而是有入场券的人。这就是成功的第一定律，能力表现驱动成功。当能力表现无法被衡量时，社会网络驱动成功。博尔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比第2快的人快 0.11 秒。如果他跟我这个走2步都会喘的人比，结果就不重要了。但能肯定的是，他不可能比我快10倍。也就是说，最快的人速度也是有上限的。如果把地球上所有人的短跑能力统计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正态分布曲线。跟我一样跑得不快不慢的普通人最多，跑得超级快跟非常慢的人都很少。而且最快跟最慢之间的差距不会大得离谱，因为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能力表现都遵循正态分布。那能力最强的那群人该如何证明自己比优秀的人更优秀呢？还拿跑步来说， 0.11 秒的差距，只有顶级赛事的计时器和视频录像才能分辨出来，但不是所有领域都有计时器和视频录像，比如小提琴比赛、文学评选、餐厅评级，这些情况下就没办法通过细微的能力差距分出高下。伦敦大学做过一项实验，让3组人预测3名决赛选手的音乐比赛名次，第一组只能听演奏的录音，第2组可以看有声音的视频，第3组只能看静音的视频。有点搞笑对吧？音乐比赛不让听音乐，结果还就是第3组预测的最准，因为决赛选手的能力都是顶级的，差距也微乎其微。对比快和慢，优和劣很简单，但要对比快和快，优和优就很难，甚至连专家也很难通过能力表现来判断。这个时候，顶级选手只能靠能力以外的东西取胜，细节、特质，甚至运气。巴拉巴西特意提到了朗朗，之所以在音乐界更受尊崇，
并不是因为他的技巧跟其他钢琴家比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是他更善于表演，奔放的动作、丰富的表情，都为他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推波助澜。而一旦在高手中脱颖而出，就能突破能力表现的瓶颈，因为成功是无界的。高尔夫把所有人的成功统计一下，就会出现一条像长长的尾巴一样的幂律分布曲线，处在头部的那1%的人抢占了99%的回报，就像世界上最有钱的8个人，比收入靠后那50%的人加起来的财富还多。能力表现跟成功的回报完全不成比例，这就是成功的第2定律。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但成功是无界的。你必须先让自己成为金子，而如果你已经是一块金子，要在一堆金子中脱颖而出，就不能讲公平了，因为差距太小，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与众不同。反过来，如果你的成就跟别人差很多，并不代表你的能力比他们差很多，有时候只是因为能力以外的东西，甚至只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了点儿。有个小伙发明了一款纸牌游戏，但苦于没钱印刷，就在一家网站上发起了众筹，目标是筹集1万美元。结果刚发布8分钟就达成了目标，这还只是开始。随后筹集到的资金不断上涨，最后竟然达到了880万美元。小伙自己也不敢相信，因为网站上70%的项目都失败了。或许你觉得是因为这款游戏很有创意，事实上他的成功跟最开始筹到的1万美元有很大关系。一位社会学家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研究，他在网站上随机找了200个1分钱还没筹到的新项目，又随机给其中100个项目捐了点钱，另外100个项目作为参照。这个随机完全是盲捐，他连名字都不看一眼。可随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那些被他捐助过的项目在进一步吸引捐助的概率上增加了2倍多，远远超过了另一版项目。巴拉巴西把这种初始成功吸引更多成功的现象叫做优先连接。那些被认为是成功的人，无论他们的能力表现如何，成功都会向他们倾斜。比如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恰好演了一部剧火了，就会有更多的导演找他拍戏，他也就成了知名演员。一个白领偶然促成了某个项目，老板就会把更多的项目交给他，他也就更容易升职加薪。你看，成功就像滚雪球一样，而这都取决于最开始的那个小雪球。不过这个小雪球是怎么来的，努力、资源、运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雪球会越来越大。所以想要成功，最好先让自己成功一次，这是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可奖励性。之后就会像马太效应那样，凡是有的还要让它越来越多。不过这个雪球能滚多远呢？或者说初始成功能带来多持久的未来成功呢？雅虎音乐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1万多名年轻人分成对照组和受试组，然后实验者选了一份歌单，这些歌都没有标注歌手是谁，而且都没有发布，也就是除了歌手自己没人听过。实验者先让对照组听歌，并按喜好程度排序，排序过程中歌曲的排名数据实时同步，也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喜欢哪些歌。排完序后，实验者开始了迷之操作，他们把顺序反过来，也就是受欢迎的歌变成了不受欢迎的，然后把歌单和颠倒的数据给到受试组，让他们再对歌曲进行排序。同样，受试组也能看到实时更新的歌曲排名。刚开始，受试组的确受到了错误数据的影响，好听的歌没人下载，难听的歌反而受欢迎。这也说明初始成功带来成功，初始失败导致失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好听的歌下载量逐渐增多，原本最受欢迎却排在最后的 She Said 这首歌，从最后1名缓慢攀升，然后在优先连接的作用下，攀升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成功登顶。歌曲跟艺术一样，没法通过能力表现判断好坏。一首歌的成功代表了它的社会适应度高，这个社会适应度咱们可以理解为能力和方向的总和。能力决定了成功的下限，也就是有能力虽然没有初始成功，之后也不会太差，甚至能扭转初始表现。方向决定了成功的上限，就像在年轻群体中，戏曲的质量再高也很难比流行乐更受欢迎。这就是成功的第3定律，初始的成功叠加社会适应度等于未来的成功。起点高、资源多、运气好，这些都能带来初始成功，之后的发展也会更顺利。但如果没有初始成功，也不代表一定会被埋没。从长远来看，社会适应度才是决定性因素。虽然走得慢一点，但只要坚持走下去，每一步都算数。上面3条成功定律推翻了成功学普遍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那些成功的人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领域内，通过正确的方法驱动了成功。这个方法可能是能力表现，可能是社会网络，可能是优先连接，也可能是社会适应。
但绝对不会是他们用来神化自己而吹的牛逼。另外，这些定律也证明了每个领域的成功之路是不一样的。在靠实力说话的领域，就拿出过硬的实力；在实力无法衡量的领域，就得维护关系。有了初始成功，就顺势而为，抢占先机；没有初始成功，就深耕细作，积土成山。不用去羡慕别人吃了红利，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70分的你可能没有70分的张三成功，因为成功没有绝对公平。但可以相信，90分的你一定比50分的李四成功的多，因为成功真的有相对公平。